我们来看看美中哦，在全方位的还在较量当中，在海上、在天上、在武力上面都一样。这是来自于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发生的时间是在6月间。解放军的海军辽宁舰、山东舰的航母编队到西太平洋去做远洋训练，在训练中他们宣称受到多处的对手的这个多型飞机的滋扰那这来自于我们看对岸的报道是说，面对无人机来侵扰辽宁舰出动战斗机进行查证。全程雷达截获这个无人机也始终是在战斗机导弹发射的范围之内，意思是说，他们解放军呢都全程掌握。那所谓的外军应该讲的就是美军吧？看起来是的那当然，这个中美两大强权还在持续斗争当中，而美国对全球发动的所谓的关税战现在有几个国家在美国来讲蛮难缠的。我们先来看看韩国，韩国虽然已经拿到了这个所谓的关税15%，可是另外呢，这两个国家的领袖会进行高峰会，要继续谈什么呢？贸易、军费的分担，还有驻韩美军的调整这是美韩高峰会在12号会登场。双方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把军事同盟现代化还要调整驻韩美军的角色，就从防范北韩的威胁转为抗衡中国大陆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官员私下就说驻韩美军角色可能因为许多原因而改变，包括地缘政治变化、科技进展，还有跟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相关。因为过去可能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不够大你还不忌惮它，现在必须防范这是美国跟南韩在12号的高峰会要谈的重点之一。而另外我们看到课税在几个国家里面川普认为生气难缠不爽的第一个瑞士拿到39%的高关税耶，为什么？因为说是他跟瑞士总统谈判之后，他暴怒他觉得本来两边都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可是呢，最后川普聚焦于近4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完全无视于先前双方已经达成共识的一些草案然后最后他就很生气他就随便几乎随便决定就39%高额关税，他没送我就随便给你来个39%怎么样那我们看到另外还有巴西跟印度那巴西大家知道这个总统鲁拉这个也是杠上了川普，他说如果可以跟这个美国愿意跟我们做平等的对待，我们可以跟你美国进行贸易谈判那可是有一个东西卡住，就是俄罗斯的石油，像是巴西还有印度，他们都有跟俄罗斯买石油那巴西的总统首席特别顾问就说，巴西不会为达成关税协议而接受美国对其能源政策的附加条件，反对将经济手段用于地缘政治的目的这个用大白话来讲就是说，你叫我不要买俄油，你要干涉我的能源政策，我不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印度政府也是印度政府没有向石油公司下达任何指示，要求减少俄罗斯进口产品那莫迪就说了，无意停止采购俄国石油这是我们国家的利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两个国家都不依那川普会怎么样对付这两个国家呢？白宫的副幕僚长米勒就说，川普非常清楚的说，你印度继续买俄国的石油就是在资助战争，我们不能接受。那印度其实说真的，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真的不断的向俄罗斯买石油，从过去的依赖程度之前打仗之前只有0.2%，现在已经升到35%到40%，因为便宜就狂买、大买、特买那这个所以呢，川普要对印度开征25%的关税，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就说没关系世界经济正面临不确定所以我们国人要团结起来，以后大家就要推广印度制造还有直接买我们的国货我们要保持一个战斗精神我们要这个不屈不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来，亮哥，我觉得美国要韩国去对付中国，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啦，因为六方会谈就包括中国而且韩战中国就是介入者那你呢？南韩是没事去惹这个马蜂窝，我认为李在明尤其不可能。你做尹锡悦还有一点点可能，李在明是绝对不可能的啦
那韩国对美国大概是有一个筹码，因为它3500亿有1500亿是要做造船，那美国真的需要造船业啊，所以这里它有一点空间呐啊，它没有像台湾这么背啊，就是因为你台积电已经去了嘛，哦，那人家造船业还没开始啊，对不对？那瑞士我讲白了，美国还是有根据一定的数据啦，因为4月2号瑞士就是31。所以它不是突然变成39，它不是大手一挥，不是这样，是31，然后谈，那瑞士就是不让嘛，瑞士就说我对你的贸易盈余是因为我是有品牌的高级产品，是啊，美国人爱用嘛，对啊，比如说劳力士 ，luxury，比如说瑞士军刀，对，那个就是大家爱用的产品，你怎么能怪我呢？川普就是不买这个账嘛，他认为这个说法他不接受了啊。那有什么办法？那巴西目前是这样，巴西事实上，美国对巴西本来就是顺差，而且连续14年都是顺差。所以川普发现他搞错了，不能因为 Bolsonaro， 所以你把人家从10%搞到50%，所以后来他就做了调整。他就对65%的产品做豁免，变成10%啊，然后其他就是35%的产品还是50%哦。因为他的面子嘛，让不下去里面包括咖啡，咖啡没有被豁免，结果中国大陆就伸出援手啊，说巴西啊，你那个我允许你那个183家咖啡制造商你卖到我中国来，因为美国的咖啡豆，尤其是 Arabica 的咖啡豆，几乎都是跟巴西买的，包括星巴克，包括雀巢，都是跟巴西买的，我看你怎么办。现在中国大陆愿意买哦，那些厂商可能要转移耶。不，这个就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故意的。反正大陆老百姓也喝咖啡啊，对不对？对啊。那反正你咖啡豆进来，最后是变成瑞幸咖啡还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啊，对不对？然后印度实际上本来就26了，那最后是降到25，降1%。因为印度就是死不让嘛，所以后来贝森特就讲得很难听啊，说你那个 dead economy， 你那个死气沉沉的经济，他就在骂印度的官僚主义啦，保护主义。那印度的平均关税，坦白讲，主要经济里面是最高的，它是17%，实在是太高了啦。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他施压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啊。那莫迪就不爽了嘛。那莫迪，我觉得美国这个做法，会把莫迪更推向金砖国家啦。莫迪一定会玩这一手的，我就故意跟中国好啊，跟俄罗斯好啊，来气你这样啊。那反正他一直都这样啊，他一直都是保护主义的国家啦。那他让不得，为什么呢？因为他农产品不能让，因为他的就业人口农业非常的大。他承受不起这样的东西。那至于美国在那边说你跟俄罗斯买石油啊，我坦白讲这样讲印度是最大宗没错啦，那中国呢？他不敢跟中国讲。当然啦，中国买更多。现在俄罗斯天然气，中国大陆买多少？那你要不要再追究一下川普啊？我告个密好不好？希腊有没有啊？希腊有买，当然有啊。对，它是船运中心啊。对。我再跟你讲一个西方国家好不好？拉脱维亚有没有啊？荷兰有没有啊？你去查一查好不好？荷兰有买吗？当然有啊。我跟你讲，那个都有资料的啦。你不要以为这个问题早就很多人研究过了，而且跟俄罗斯做生意做得最凶的还有一个国家叫土耳其。土耳其的关税，川普公布了15%，比照欧盟。哎呀，亮哥告密了，糟糕了！我跟你讲，这个美国人都知道，美国人我都是看美国媒体的资料。美国人要重新来拨算盘了啦！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6月份美中有军事对峙吗？来请教将军。那美军的话，对中国大陆的不管辽宁舰或山东舰，它有时候会派无人机，因为无人机它留空的时间久，而且它航程远。那美国有2型，一个是全球之鹰，另外就 RQ4。
另外一个就是 MQ9 海上卫士，它会轮流用。但是中国大陆它一定会从辽宁舰或者如果是山东舰起飞去拦截，因为起飞拦截的话，你就会驱离啊，你就会往外走了。那无人机它有导控，它旁边有飞机过来，它也会知道，它会感应，它有侦测装备，那它也会向外做修正。这样子，中国大陆它的科目它就可以继续实施，因为它为了航空安全，也为了演习上的安全，会有这方面的驱离的动作。然后美国的这些无人机这是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些演训做它的频谱上面的收集，频谱，而且这个全球之鹰也好，或者是海上卫士的 MQ9 没有逆中，它不是逆中的，所以中国大陆马上雷达就可以锁定，然后派战机立刻拦截。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看朝鲜半岛，我们现在回到美国现在对韩国来看，要负担一些这个在第一岛链的这个责任，叫韩国这样子。同样，他也对日本这么说，因为有美日安保。那其实我认为都是一个战略标的跟战略理由。像日本要强军，都是讲说北韩的威胁，他不敢讲中国大陆。那现在呢，美国也同样套用日本的模式，说为了台湾的台海的安全，所以大家来做一个战略分摊，大家一起来做防卫，来类似这个抗中。所以他有个台湾，其实他是发挥很清楚，他是以台湾为战略理由来纠团，大家来团购，把这个军事搞起来。他是以台湾为理由，他是看了日本是以韩国理由的强军，美国是以台湾为理由的把这个做战略纠团在一起。其实美国真的是不是要保台湾？我看美国这些相关的这些军购军售，我看不出来美国有真正要来防卫台湾这方面的规划。目前原则上，但目前来看，美国的这些军事上的动作跟进度，看不出这方面的迹象。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美韩的高峰会12号登场，谈的是什么呢？来请教老师。对，因为美韩在之前这个贸易谈判，但已经有基本的结果啊，所以去白宫，然后见川普，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东西。那一般来说，不外乎是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个驻韩美军的基地分担哈，因为这一直是川普很在意的问题。因为驻韩美军大概有70几个啊，然后每5年会调一次他的这个金钱。其实在拜登卸任之前是第12次，已经都谈妥新的5年的方案了啊，可能是第1年要提升8%点多，所以1年要给美国在14亿多美金的这个经费。但川普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就对这数字非常感冒，非常不高兴。他说他认为的公平应该是韩国每1年要拿100亿美金给美国，但这个韩国怎么可能受得了？对啊，所以但是既然李在明要去，你看在川普公布这么多的对等关税，最后大概都没有提说我要跟谁见面，他特别提了李在明，所以不排除李在明还会再带一点新的一些伴手礼。虽然是5年的这个已经确认，但是不可能做一些小调整，我觉得是有机会。但是驻韩美军的这个功能的这分配，我觉得这倒是很特别，因为这个传言从3月、4月、5月从国际媒体先出来。老实说，拜登任内末期就有这样的讲法，到会不会成真不知道。因为假设你是韩国、南韩，你一定不希望有这样的状况发生。驻韩美军，我已经付了这么多的经费，27000多人，70多个基地，我当然认为说他的第一优先要务是维护南韩的安全，美韩同盟。对，朝鲜半岛。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南部落大雨，赖总统说要去勘灾到现在其实没有出发。我们来看他是不是不敢面对台南有一位阿嬷讲了一段话，他说一熊多啦，一起台南皇帝他还打算选总统，那是过去他曾经有给他这样的注解。如果总统真的被他选上了，台湾的温系耶，我敢说这句话太过自私，当作他自己很厉害。
虽然台南是赖总统的本命区，可是认为他不适合当总统、不适任的人也大有人在哦。我们来看现在就有人把这一段话搬出来说，阿嬷是先知他了解赖总统，就像是龙介先一般。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南部的豪雨灾情，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到现在很多地方啊，灾民很苦我们来看斗南的老屋倾斜，房子开天窗，林内火车站轨道淹没成这样，滚滚的黄泥阿里山台129线山崩这很危险，千万不要去。还有六甲乡淹水淹到这里，台南、高雄都一样很糟糕。我看到台中也有灾情所以你看到包括柯志恩就说，高雄大树河山光电厂现在泥流冲刷，排水沟掏空又被打回原形根本水土保持没有做好嘛卓奎今天南下看灾，可是赖总统并没有出现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说，赖总统在忙什么呢？我们来查一查他的行程。赖总统8月1号出席台湾美食展的开幕典礼之后原定8月3号我说的要去看灾到嘉义，可是因为路大雨，他说不要去了，现在没有公开行程。那赖总统是不是担心到了灾区又会说错话，所以干脆不去了呢？我们看赖主席这个有一个办公室嘛主任就带领着志工到南部到灾区去当志工团，去帮助弱势的乡亲恢复家园到的地方包括台南啊、柳营啊、盐水啊、后壁啊。那卓奎是这样讲，他说本周院会会通过特别条例，风灾加豪雨特别预算超过300亿。那这个馆长就说又要拿钱了，这个钱会不会扔到水里去啊？来看看，又要拿钱了，你看又要拿钱了，然后他们就说有啊，我们有做啊，淹水面积变少，退水变很快啊，然后那些还不够嘞，再加1000亿，再加1000亿，不够，永远不够。我们到底还要让民进党执政多久？我讲政治讲这么多年，1年。每次都骂，然后又过了1年，骂，到了选举了，都不是台湾人，对不对？对，好，赢了。真正是，那恭维天啊！我要会做事的人，不是会出一张嘴的人。好，从7月初台风过境，一直到后来的豪雨成灾这一次的这个灾情民进党真的是慢了好多拍，不是半拍也不是1拍，是好多拍，一直到7月底，他们才发现在严重神经末梢真的出了问题呀。所以你看到呢，民众党其实很早就到台南那边去灾区这边去帮助灾民了。那个时候你看到郭国文是怎么骂的？郭国文就说：“哎呀，不要作秀了啦，民众党你停止仇恨操作啦，不要再把这些影片呢 po 上网了啦，这个你那时候怎么说别人的？那现在你派出你的党秘书长去做什么？挖水沟，挖水沟，那是不是民众党也可以回过头来跟你讲说，不要再恶意操作了啦，不要再作秀了啦？因为很多网友就说何伯温你啊，有一点凶敲鬼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铲子的柄很干净，手很脏，还有另外也有人发现你是多机在现场拍摄的要拍出来好像你很辛苦的样子那我们看到卓冠廷他就说何伯文挖水沟怎么了吗？他干得好啊结果他的脆被灌爆了那他就自己讲说网军急着洗版，代表一定做对了什么，民进党将会持续前往嘉南地区帮忙真的很好我觉得很赞同。可是什么样的职务做什么样的事？你秘书长你要做指挥调度的事，你去挖水沟干嘛？而且这条水沟看起来也不需要挖，可是这水沟干嘛挖？看起来没有堵塞嘛。网友就讲说挖杂草是在救什么灾？笑死，演到自己都感动，演到自己都相信真的在救灾，这智商真的是很可怜其实网友现在呢，很多人是在当地的，他们自己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何伯文跑到台南亲自清水沟，沈富雄有讲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是说前秘书长林右昌一根哈呆林右昌会认为说何伯文是代理做这个动作，是要让他丢脸吗？林右昌怎么没去挖水沟？他去花莲罢免。对
他去花莲罢免，这样不是让他落亏吗？他去罢免，然后在那边挖水沟哦，所以真的是哦，我们看台中有一个团队啊，他们是做这个工程的哦，他们自己自掏腰包哦，因为看不下去了，就把他们工厂里工作室里面几个人哦，跑去台南哦，去南部啊哦，帮这些没有屋顶的这些民宅去修屋顶哦，就只能先用帆布盖起来，因为有些阿伯也爬不上去嘛，帮他们把它至少严严密密的盖起来，还可以这个撑几个雨天。好，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前几天哦，台中其实没有像这个台中市区是没有灾情的哦。可是呢，有人就故意 po 这个哦，台中市淹大水哦，很恐怖哦。后来被发现是拿旧的图、旧的影片哦，刻意在造谣。那当然我知道台中的县区那个地方，靠山的那个地方，现在有灾情、有土石流，可是市区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就是有人呐、哦，就是刻意要造谣。来，亮哥。我来，因为何伯文那个动作给人家感觉就是一定要拍到镜头，让赖清德看到。哦，因为赖清德说：“哎，你就负责救灾了，负责罢免了。”哦，那他就先去救灾，而且他还没有戴帽子，就整个头都淋湿了。对，因为在下雨嘛，所以就是刻苦耐劳了，令人极为感动啊。然后他那个脸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啊，很辛苦啦。我不会去怪他做这个动作啦，我们讲那个根本的啦啊，因为民进党执政已经连续9年了嘛啊，那台南市政府也贴了一张图哦，说台南市政府在这些年来啊，总共拨了415亿来治水啊，那你看他做了什么东西了啊？更新老旧机组，抽水站12座。然后治洪池9座啊，那你来看啊，那个当地的台南民众啊，他们认为他们比较需要的是，就是要对那个下游的排水系统做整理嘛啊，这个蔡玉辉了，他就公开讲啊，他说事实上台南大概治水系统需要些什么，他们早就反映了啦，就说。目前的10年防洪计划，在台南市的标准是每日降雨量不超过250毫米，可是最近2次都超过啊，所以没有救嘛，就是极端气候跟强降雨，所以你现在就缺乏整体规划嘛，那抽水站不够，闸门设计不全，然后他们觉得需要的是下游排水系统一定要做全面的整理啊，那。黄伟哲的文宣呢、他就说，大台北总共花了1800亿，又在比钱了啦。说我这边只有415亿，所以我就做不足嘛。你不能只算你台南，你还要算云嘉高高屏啊，总共花了多少钱？那为什么你会这么严重？而且民进党连续9年都是你执政，那台南市不是本命区吗？那为什么？包括蔡英文，包括赖清德，始终没有正本清源，对下游的排水系统做根本的处理啦。其实我上个礼拜我在直播，就有网友告诉我说，那么一点钱是绝对没有办法整治的，所以那个一定要全区整治，因为台南市的地比较低啦。可是云林嘉义也是啊，它也有低洼地啊。这个一定要花一个比较大的功夫啦，来做整治，全面性，就跟那个蔡正元以前那个内湖南港也会淹水嘛，后来原山子分洪整个处理掉，对，那个也花了蛮多钱，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我觉得台南人，因为我父母也都是台南人啊，我虽然出生在高雄，可是我父母都是台南人，我觉得台南乡亲一定是很有感的啦，就是说为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你都不处理？都盖抽水站啦，治洪池啦，你就治标不治本就是啊，那个就不是根本性的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下会期1000%一定要送治水特别预算来。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要好好面对，你到底要治理什么项目啊？
你不要到时候又是抽水战了，是洪死了，真的真的。那你因为他们用的雨量都是10年，10年雨量，对，250，那很快就超过了，因为你最近2次都是强降雨，就瞬间就超过250，就淹起来了。对，这真的就是这样了。这个我们在这里也不是要特别去吐黄伟哲啦，我只是在说民进党执政9年呢。中央你们要钱也要得到啊，为什么这种根本性的治水灾没有拿出来？是，其实蔡正元我那天跟他同台他公开赞扬游锡堃，就是原山子分红啊，对，然后他说他质询的时候就跟游锡堃讲说这个要有大计划，是，结果游锡堃真的就搞出一个原山子分红，对，而且游锡堃每个月都下去盯进度。他是玩真的，对对，所以蔡正元是公开在友台称赞游锡堃是说这个才是根本性的，不然内湖南港怎么治都没有用。对，那是在这个陈水扁时代，因为我自己也感受很深，我基隆人嘛。OK， 然后你看汐止，对，我们南港内湖真的是淹到那个忠孝东路，整个变也淹得很凶，整个变河，你知道吗？对，原山子分红一盖起来，现在都没有再淹了。对，没有错。所以的确是，所以汐止的才会涨嘛，对呀，房价才会涨。以前汐止淹水淹到一坪5万，没有人要买。对啊。好来，大中老师。对，通常我们对这个政府，应该以这一次的政府的救灾虽然我们说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但是因为第一时间从台风大豪雨水灾，那个政府的表现其实慢半拍缺乏这个整合跟协调，而且一开始可能没有把它真正当一回事，所以老百姓的第一印象已经非常确立。那后面当然是希望能够赶快上紧发条，做更多，做更快。可是这第一印象已经很难抹灭所以这一次的风灾，政府的表现应该是之后很多年我们都会印象都会非常非常的深。那因为台湾我们的这个特性向来是这种天灾很多不管是台风、暴雨或是地震，所以其实跟各国都一样，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救灾的政治学但是。若以这一次这个政府总体的表现，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不及格了因为比如说总统跟院长去灾区，其实就是2个用意否则地方能够处理就地方了。第一个是我来了我是这个国家的这个领袖我苦民所苦，所以这时候民众一定会有抱怨，一定会有陈情，一定是有各式各样的怨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就听在心里面然后去安慰安抚，而不是在这场合里面好像要辩个输赢说有电没电说到底这个屋顶应不应该自己爬，或是国军可不可以进入到屋子里面。那这一些其实跟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我们的总统或是院长其实有重大差别，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是总统跟院长去跟地方首长不同地方，是因为你有资源，你有你的协调能力，你可以动用军队，所以你去的功用跟功能就在这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有点荒腔走板，其实老实说是非常非常出大家的意外。那还有就是通常比如说总统进入灾区的时间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可能去太早，可能有人说你在妨碍救灾延误救灾，你如果去太晚，大家会说你好像事不关己，完全不关心所以时间点也很重要。那我举个例子就是2018年8月23号，几乎是7年前今天，大家还没印象，当时也是中南部大雨，嘉义蔡总统当时是坐的云豹装甲车进入，对，被骂得非常非常惨。所以这里面所有的你去救灾，你要带来什么样的功能跟帮助，还有你在民众眼中的观感是什么，有没有办法呈现与民所苦？因为大家是站在水里等首长来，对所以这个很多的教训，我觉得到现在可能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汲取，没有办法累积。如果没有办法汲取教训，下一次天灾、下一次风灾，我觉得这样的状况还是会持续出现尤其是赖总统他是民选出来的，没有想到他这一次的表现这么差这个也很令人意外。来，将军，我认为我们要把前瞻治水预算800亿怎么用的对不对，应该拿出来做检讨要不然又重蹈覆辙。有一个非常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就是河南，河南的面积41000平方公里，比台湾大一点点，但是河南有一半的国土的面积是在海平面以下1公尺，
它低地国家，它只要这个门打开，整个河南国土剩一半，因为什么？一半被海水淹掉，它是怎么治水的？我们要来做，要有一个镜子，要有一个比照嘛。那我们比河南呢，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降雨量强降雨、剧烈气候面临这以后变成常态。那我们这个是800亿，是不是又进去又要打水漂？是不是用错的方向，用错误的方法去对未来的这方面的天灾去预做准备？我们是要这样来做检讨，要不然又重蹈覆辙了。到底钱又怎么花了？我们经常看几百亿的花，但是大水越淹越严重。那你干脆不要花了，还不会比较严重呢？越花钱反而更严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不是有人某不彰？故意上下其手，从中捞钱，我认为这个要来检讨。另外一个，这一次天灾，大家好像能够闪的闪，躲的躲，好像不能到第一线去救灾。我认为是不是这赖清德是不是要到第一线去救灾呢？带头在做嘛，形成一股力量，巨大的力量，把青鸟带过去救灾啊！我说青鸟这个身体那么棒，扛沙治水，这个除那个清淤。应该动作应该非常利索，是不是也可以来帮忙？因为灾民，尤其那个乡下，都是老弱的，都是70、80岁的欧巴桑、欧基上，这教他怎么去修缮，怎么去搬重东西，搬不动。你看他的那个客厅，我看的都泥巴，那泥巴积了40、50公分，那可能要年轻人，年长的人可能力有未逮，要年纪大了，那上面的修缮更有一些风险，可能年轻人的话。可能手脚比较灵光一些，可能可以帮忙做一些比较没有风险的基本工作，是不是要这样子来？另外一个，我认为是不是这些执政党的政务官能不能兼1个月所得，能不能兼1个月所得来帮助这些灾民？这些政务官待遇都非常的，我们6000个这些官位，6000个官位，每一年花500亿国家的薪水，捐1/10就好。50亿拿出来捐助灾民，不是很棒吗？我认为执政党、民进党是不是要这样来做？苦民所苦，先天下之忧而忧，要不要来这样子，把荷包打开给这个灾民来帮助他们？因为这是能够帮他们这一场是及时雨来帮他们，让他们能够解燃眉之急。我认为这个还比较实在，还比较重要。是。我们来看看大罢免大失败之后，有人大崩溃真的是心里面很受伤。看到很多台派青鸟现在还走不出这个悲伤的情绪所以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陈培瑜就说他要安抚这些罢团志工啦已经开了这个抒压会已经在7月30号进行了抒压会，让他们心里面的这些郁卒还有崩溃都可以得到一些抒压那另外呢说是还要再邀请一些心理师在823投票之后办更大型的抒压疗伤会于是有人在底下留言说823还没有投票，你就要办大型抒压会，你是不是认为823一定会输虽然看起来是应该还是7-0啦照这个目前的状况，以及这7位立法委员他们的地方实力呀各个方方面面来分析是这样没有错，只是说大家心里很郁卒，可是民进党在这一局又不愿意松口，不愿意放手，所以你看到呢，赖总统就说要与公民团体同行现在4路齐发上火线，要进驻罢区所以你看到呢，包括呢这些中央党部的主管要到各地的罢区的县市用地毯式陆战，还有精准空战来协助罢团的后续攻防像是何博文可能挖完这个水沟之后，就要进驻罢区了，去罢免这些人那我们看看沈伯洋怎么讲，他说民进党不能只是当啦啦队要跟各地各样的地方的桃郎沟通说服他们出来投票要做党内必须靠党内的智慧。吴思瑶也说党中央在各地罢区都会有一个主要的指挥中心4路齐发，结合在地县市的议员、党部、立院5·1战队所以又要来搞了。你看又要大搞了，823大家又要不得安宁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啦，我们看到这一次罢团里头的一些领衔人分裂了，开撕了。像是米兰郎就说巴囧他把一些纳粹的图腾还甚至要猎巫要把一些人变成犹太人去攻击他们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各个新闻都出来了嘛，哦，所以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哦，就想说，哦，现在答案揭晓，原来有人要做盖世太保哦，包括八炯的言论哦，因为毕竟他是打头阵的所谓的霸团的领衔人嘛，哦，那也有人问说，赖黄的杂质说是不是就是在呼应八炯？哦，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哎，那米兰郎是不是卧底呀？因为他揭发了八炯嘛，那打掉杂质跟除掉犹太人好像啊，很像哎。米兰郎要抓稳咯，你现在变成这个奸细啦你抖出这些内幕，有可能会被针对哦。那当然像这些法西斯啊、集权啊，过去一直在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上分你我啊，以及猎巫啊，已经把这块土地搞得乌烟瘴气了。所以在网络上有一些年轻朋友啊，就在抓这些头人说所谓的这个秘密警察嘛，盖世太保嘛，是不是有13位13太保，像是曹兴诚、沈伯洋、柯建明、王义川、王定宇、郭玉琴、黄捷、八炯、米兰郎、史书华、俞北辰、英霸、四叉猫他们找出来的一些人，经常活跃在这些霸团的舞台上面，讲一些很仇恨的话，撕裂台湾的话所以呢，你们可能都是未来台湾这块土地上的罪人因为你们在让我们仇恨彼此，现在是在搞内斗726失败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位医师罗医师罗俊轩他就说，政治斗争选民都看在眼里，会遭到唾弃、瞧不起他，并且市井绿营地方组织经营不好，民众得不到回应，找不到价值，就会转向国民党。当然，这位罗医师是挺绿的啦那包括周玉蔻某种程度他也算是绿营的人这个经常帮绿营讲话，帮执政党讲话。可是现在他说谁在造神因为郑丽君作为我们的谈判代表有人说他很难缠美国人认为他很厉害所以就是在造神，乱捏乱编，胡扯一通。是绿营内有人担心他谈判表现优秀，可能会接阁揆，才放话搞内斗吧这个是这个寇姐的说法。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现在有一些立法委员来自于国民党的说国安任性的预算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好好来审查。民进党就跳起来说，你国民党下一步可能要开放离岛洗产地，因为众所皆知川普总统他对洗产地非常有意见，这是真的吗？民进党先放出这样的讯息，来，亮哥，这个绝对是造谣，造谣，因为国民党上次就撤案了。我觉得现在就是赖清德不负责任，导致民进党还陷入823这个不利的战场之中通常你726坦白讲，你自己预期7啦，最后是0嘛，这个是惨败耶。包括你自己的估算，包括绿媒，包括你自己在外的组织的回报，都出了严重问题结果赖清德呢，却不敢去面对。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愿意出来当黑脸包括王世坚就直接提案事实上，赖清德只要跟各个派系打个招呼，王世坚那个案就过了，也不用你赖清德表态因为民进党向来都是这样投票的嘛。结果赖清德当场说王世坚是个人意见，你摆明了要继续打嘛，那是你自己的选择结果你现在就让民进党的基层非常的痛苦嘛，就是823这7个人，那个难度比726还要高，很高，而且还有河山研议公投，对，是民众党提的，是，所以民众党一定全力动员。当然，你这样怎么会赢我觉得这个就是坦白讲，我再讲一次赖清德就是个昏君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该断不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如果做决定，那青鸟就会扑向他那这种例子，难道民进党以前没有过吗？以前建国党也扑向许信良台联也扑向民进党的主席时代力量也扑向蔡英文民进党还不是都过关？你怎么会怕青鸟呢？对，讲到这个，小英有很多侧翼可是好像用的蛮好的。赖清德为什么会被侧翼？我知道，那就是那就是受制于侧翼，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嘛。一个这么执政党的党主席受制于侧翼，这个笑死人民进党以前从未发生过没有发生过
通常只是一个分进合击，可是到了该断就断啊。就是你赖清德的政治能力太差嘛，或者你该断不断嘛。坦白讲，那个王尚志就直接说赖清德啊，他认为接下来就是关税战啊，还有你去美国没成功啊，所以你故意要来搞政党对决，避免党内造反嘛。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赖清德就是没有担当，你知道吗？所以他是在先转移焦点。当然是啊，因为罢免就是政党对决嘛，所以王世坚的声音就立刻被压下去了。那游盈隆就莫名其妙被曹新成乱打，那个林濁水在检讨柯建铭也不见了。可是对不起啊，游盈隆检讨曹新成，林浊水检讨柯建铭，是在帮你耶。他们也检讨沈伯洋嘛，对不对？对，哦，他们是在帮你耶，而且他们都不敢骂赖清德。他们是在帮当黑脸。对，王世坚、林浊水、游盈隆这3个我都很熟，他们都是热爱民进党的人，然后再帮赖清德。当然是啊，他们就认为你这样搞下去，2026会输了。那赖清德是没有 get 到他3个人的意思吗？那就你智慧有问题嘛。以前民进党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嘛。以前啊，我自己也有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建国党刚成立，我那时候在当文宣部主任，我就跳出来跟这建国党作战啊。那许信良就说：“哎呀，你急什么啊？你就是没有这个智慧嘛。”许信良说：“建国党出来很好啊，侧翼刚好让民进党朝中间转型啊。”你看他看得多远？所以那时候是年轻气盛。是啊，是啊，当然是这样嘛。会不会赖清德现在还在年轻气盛？对不起，你已经60几岁了，而且你已经看过那么多民进党内的比你更毒的力量在挑战，比你更激进的时代力量在挑战，你都读不懂啊。结果你现在是被最激进、最偏激的力量受困这简直不可思议嘛。结果对方那边扬言要组天理志工团，对，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到823得罪更大，而且到时候王世坚啦、林浊水啦、游盈隆啦，拖到823，他们已经懒得讲话了，对不对？对，这种改革就是一气呵成的。你第一时间人家在帮你，你就把它当作在挡你的路，那你自己就是越陷越深嘛。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刚好看出赖清德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党主席啦。就是你民进党现在多少基层都希望赶快脱困，我们来准备2026的选举。对，你不要还要再玩1个月，而且这个几乎是必输的啊。你还要再玩，那你就再继续玩下去嘛。他拖垮民进党没差啦，可是不要拖垮我们整个台湾呢。不啦，那个一定还是拖垮民进党为主。好，先拖垮民进党为主，那就算了啦。拖垮民进党我没意见。大中老师，我觉得就是赖总统的自己的政治判断还有可能有一部分是他的个性跟性格，可能就决定了非常非常多原本726罢免结果出现，其实也就是一个见坏即收，到此为止的一个好的时机，顺势而为，设立一个停损点，然后大概就这样慢慢就过去。可是没有，后来大家发现说，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还要加码。所以刚才我觉得讲得很好，刚才亮哥讲，就是我觉得是相互捆绑了，就是赖清德总统跟他的这个团体相互捆绑在一起，相互绑架。好，就是你也受制于人，那别人也受制于你，然后就一起往下滚下去。那当然，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所以这个党的作为会影响到他的施政，就会影响到整个台湾的社会全体老百姓，所以他怎么走，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今天看那个这一次罢免团体的这些网红们，我觉得有些对话是触目惊心提到纳粹那一段纳粹这个冲锋队，其实应该很少人听到这个名词。1923年到1933年，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当时希特勒的一个工具，准军事团体帮助他夺权。但是后来呢，他被压制因为他可能有些地方威胁到其他的这个希特勒其他的重要的军事的团体，但会用这样来做比拟，然后想说要什么手势、什么口号要去怎么讲鼓动人心，然后发动革命，
即便是玩笑话，我都觉得蛮不可思议的。这代表什么？但这些就是没有多久之前，所谓跟民进党一起作战的霸团里面的重要的指标性的代表人物，所以我觉得也很难做完全切割。那回到这个本身，我们一直在讲，这些年来台湾有这么多次的大选，有哪一次像现在这一次罢免、社会撕裂、对抗到这么严重？我觉得没有啊。就是我讲过很多次，你曾几何时会在街头上面去公审，去质问你可能不是很认识的你的同胞，说你支不支持？你不支持，你是属于哪一类人？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再往下走，其实对台湾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糟糕。那这整个后面的这个氛围跟它的发动，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还是要非常注意，不能永远都在内部找敌人。因为内部找敌人最廉价，可能你的政治效益最高，可是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会慢慢的弱化，慢慢的弱化。你以为你在增加韧性，在增加团结，在增加凝聚，但是它的效果是往反方面而走。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这个方向不变的话，再继续往前走的话，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要比较把台湾带到比较和谐、正常的这种政党的角力、立法院辩论。那大家有不同意见，你尊重我，尊重你。过去台湾大概都是这样的状况。是啊，这个是个不好的点哦，往下走很糟，往回头走还有点机会，还可以救得回来，应该还有点机会。对，来请教将军。我认为这个赖清德应该立刻战略转移，立刻停罢救灾，这个比较重要。不要再搞罢免了，因为距离823只剩下20天，不要再搞了，不要只是搞对立，再搞分化。在搞这个岛内的仇恨、撕裂人心，不要了，停止吧，把钱省下来，这个罢免的钱省下来拿去救灾吧。然后这些罢团说这个赖清德下令进入罢区，四路齐发，我认为救灾四路齐发吧。第一纵队先救台南，第一纵队救灾，第一纵队先救台南，因为台南重灾区。第二纵队的话救嘉义。救灾第二纵队，第三救灾纵队的救高雄，第四救灾纵队救屏东。你这个4个不刚好吗？搞罢团这个4路纵队拿去救灾4路纵队，不是就好了？应该这个样子嘛，应该马上改弦易辙嘛。因为苦民所苦，这个灾区的那民众的淹水啊，以前我小时候，因为我住台南，我家也是淹水，淹到那个脚会烂掉了，因为你常常泡在水里面，那脚都会烂。晚上的时候可能要撒点湿的，因为干热的时候就裂，就是非常痛，根本会被痛醒。所以那个救灾要苦民所苦，认为不要再搞罢免了，只有撕裂台湾。罢免对台湾有百害无一益，一定是这个样。为什么玩这些呢？我认为民进党要有反省的能力啊，那赖清德更要有反省的能力啊。现在很多人人间清醒，都知道不要再搞罢免了。赖清德应该把这个话听进去才对了，不要硬凹。你如果再继续的政治鬼打墙的话，我认为2026民进党非输不可。真的政治鬼打墙，讲得非常好。